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上一集介绍 inZOE 超强大的真实风捏人以及生活玩法之后，有许多观众朋友非常好奇，到底这一款用 U15 打造的超绝美模拟类型游戏 inZOE 它的盖房好不好玩？在此之前呢，我想直接为大家展示一下成果。是的，眼前这一栋就是我在 inZOE 里面所盖出来的房子。这个游戏的画面真的好漂亮哦！还有什么梦想的家是你没有办法在游戏里面实现的？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要先特别感谢 Krafton 的赞助，提供我这次游戏体验以及推广的机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我目前玩的是试玩版，所以在游戏正式上市之前呢，一切内容有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呢，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 inZOE 盖房的几个重点特色。首先，对于那些想要轻松盖房子的玩家， inZOE 提供了许多非常不错的房屋预设，你可以直接把它们放在你的地段上，你就可以直接一爬皮箱入住了，真的超懒超方便的。而且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房子好像随便一栋都很美，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inZOE 的游戏画面真的太绝了，每个空间每个角落真的是完全不会失望。然后它同样有很多房间的预设，不管是厨房啊、卧室、客厅、书房，我觉得在盖房上呢，算是还蛮好灵活去运用的。另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这个叫做蓝图，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擅长于规划空间的玩家，我觉得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参考。而且它的墙壁建造工具密度真的很密哦，因为你看它格子很小，所以你可以盖非常非常非常的密，基本上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还可以任意去改变墙高。你看我现在是同一层楼哦，可是我可以同时放置不同墙壁的高度。房间部分你也可以去任意的调整大小啊，改变位置啊，旋转啊，增加隔间。这增加隔间真的蛮好用。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楼梯每一个部位你都可以去设计什么我的阶梯要怎么样啊，扶手啊，楼梯墙什么等等，反正你都可以单独去设置每一个你想要的部分，它的款式，它的颜色。但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你有发现这楼梯可以控制的点也太多了吧？我数一下有几个，1、2、3、4、5、6、7、8个控制点呢，所以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转来转去。哇，这么复杂的楼梯也是可以被建造出来的。另外在家具的摆放上呢，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让家具重叠的时候，很简单，什么秘技都不用按，你直接压住 Shift， 它们就可以1秒重叠了，而且还可以任意的去移动位置啊，水涨各种角度，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色轮去重新调整每一个家具的颜色啊，每个部分通通都有。看到这里，我相信对于那些喜欢盖房的你，是不是已经想要跃跃欲试了？不过我只能说 inZOE 带给你的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最强的就是它的 AI 生成工具了，真的很值得一玩。譬如说我想要一个苏格兰格纹深红色的线条，好了，看一下它生出什么。这个好看呢，完全是接近我心中想要的。然后你就可以去改变大小啊，然后调整光泽反射啊，甚至你一样可以去上传你的图片在上面，就可以帮自己做一个专属的沙发了。如果图片反了也没关系，翻转一下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你不太知道要怎么去制作 CC， 可是你很想要把你自己的东西放在游戏里面的人，我觉得真的很省时间又超容易的。但最让我跌破眼镜的是它这个叫做 3D Printer 的工具。这个 AI 工具是什么呢？譬如说你准备了一张花瓶的去背图好了，然后你直接把它丢到游戏里面，它就会生成一个真的是立体的花瓶哦，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游戏了。真的超强的。其实它这个是基于 NVIDIA 的 CUDA 技术。那你看我目前转出来这些呢，因为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开发阶段，所以你会发现某一些细节可能没那么完美。不过官方也透露呢，随着 AI 技术不断的成熟啊进步，未来的成品只会越来越好，甚至还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新的功能。譬如说你帮人物制作一顶帽子，你转出一顶帽子，然后它就真的可以戴在头上，或者是你转出一张椅子，它就真的可以坐在上面。我只能说把这些前端的技术在开发阶段都先考虑进去，真的是可以大大延长这款游戏的寿命。好啦，看完这些精彩的内容了，我们就准备要来用这些好用的工具来快速盖房了。
那其实在盖房之前呢，我自己有大概先稍微画一下我想要的房子外形，请大家不要编得太用力哈。总之我只是想要表达说，这间房子1楼的左边我想要有个车库，然后右边这个从1楼到2楼我想要做一大面的那种玻璃落地窗，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那我们就先简单来建造一下整栋房子的外观好了。哦天啊，我好像找不到玻璃扶手诶，那我用窗户代替啊。好像还可以哦，远看差不多来到庭院这里了。我想要做一个大胆的设计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好像是我要的感觉，屋顶也要来装饰一下。差不多了，检查一下外观。这是房子的正面，左边有车库没错，虽然没办法跟我的草稿一模一样，可是我觉得整体的概念我尽量去维持。然后转到侧面，我怎么觉得这一栋越来越像美术馆？房子的后面，很大胆的设计，就是这个有点类似像花棚架。好啦，最大的重点来了，这个房子右边我不是说要一个落地玻璃窗啊，我想要用它一个叫做效果的纹理，很多可以选，我看一下。哇，你就可以用一个玻璃的感觉了，有没有？它这个真的是完全可以看进去里面的那种玻璃，而且其实这些玻璃的效果真的看起来很不错诶，它搭配这种光影有没有？好像还蛮漂亮的。我有点好奇从里面看出去的感觉。这也太享受了吧！它还有那种比较没有那么透明的，然后或者是有一点颜色。好啦，我决定要选这一款玻璃了。不过我觉得好像太透了，可能需要一点隐私。我来用柱子创造好了。好啦，嘿。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像监狱？等一下换一个颜色可能会好一点。那我们差不多要帮它着色了，因为房子我觉得外观可能比较接近现代风嘛，所以我想说用一点暖色系，就是比较浅咖啡啊，比较暖一点的色系去平衡那种感觉。差不多是我要的。好，那再补个窗户好了。如果我前面不想要有监狱的感觉，可能颜色要换浅一点了，对不对？然后我再加一点植栽，哇，这样看起来好像舒服多了。2楼后面我想要做一点类似像植栽造景，我好像需要一些碎石头的地板，叫 AI 帮我生好了。对，就是这种碎石头，可以有像耶。这里我想要看到植栽，我们把墙面高度往下。然后做一点木头的质感，哇，这空间很不错哦。差不多了，来看一下空间的规划。左边啊，就是说是车库嘛，然后我车库进来，我打算这边想要做客厅，然后厨房、餐厅应该都会规划在这里。然后来到2楼呢，这边到时候应该会隔一间大大的浴室出来，然后卧室的话应该会规划在这一侧。好，开始来内部装修了，现在来搭楼梯。我想要木头的那种装饰，用柱子来创造好了。我转车子先停好了。它这个车子其实是装饰啊，真正人物开车还是就是从口袋掏出一个遥控器会叫出来。好啊，来装潢客厅了。先简单摆一个沙发来确定一下客厅的位置好了。我想要做间接式的那种
照明层板灯藏在里面。哇，灯光一有，气氛就来了，有没有？我要选一个圆形的地毯，再加上茶几。嘿，这样点缀好像会比较舒服。来，用 AI 生成2幅画。哦，可以。不过我觉得目前整体看起来好像太淡了，没什么主题。那我把这个层板改颜色好了。哦，远远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就是整个视觉的重点了，有没有？好啦，接下来厨房，我想要做开放式的厨房所以需要中岛柜。哇哦，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这边好像有点空我觉得好像需要一个绿色盆栽。我又要用 AI Tool 了。效果还不错摆上去看看，还行。不行，我觉得它这椅子，我来 DIY 家具好了。我喜欢那种圆形啊，然后我想要配胖胖一点的脚。我看一下会长怎样。好可爱啊！我来一个比较淡的木头好了。还不错，多复制几张。加个简单的盆栽，搞定。好啦，来到2楼了。好，我先来规划这个休息的小空间。耶，看起来蛮舒服的齁。那这里的墙壁呢，如果改成玻璃的话会怎么样？感觉就比较没那么压迫感了。卧室的主后墙，我想要跟楼下呼应应该要选一个绿色的，色号选同一个。那我再来把床头柜跟床摆一摆。哇，需要一点植物齁。我觉得房间里面摆一些植物应该非常的舒服，可是现实里面好像完全没办法这样。我是一个那种不太会照顾植物的人。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是疫情嘛，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不太敢出门。我想说好，我不要为了一个9层塔出去，我就在家里种9层塔。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种植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为了这颗9层塔，我一直在那边研究该怎么种。我发现种植的学问很大就是譬如说那些土壤它是有分不同的土壤啊，它的成分啊，然后你要怎么去混啊才会适合这一个植物，甚至浇水那个水质酸碱值也是非常大的学问。后来我好像去查说9层塔比较适合就是雨水那一种酸碱值，我真的差一点去我家顶楼放一个水桶来接雨了。总之经过1-2年的努力照顾这颗9层塔之后，最后还是死了。我觉得我还是在游戏里面种花种草就好了。聊着聊着主要空间都弄好了。好，最后剩下就是浴室了，要做那种很气派浴室。我现在来铺个地砖好了，选个浅色系的。这种瓷砖叫什么啊？是石英砖还是板岩砖啊？有没有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的朋友可以帮我解惑一下？然后墙面的话，我想说呼应一下地板，颜色就尽量选一样，可能像是水泥质感的感觉。地板我要走超豪华路线，管它会不会滑倒的那一种。这个镜面好美哦。我就把这边选起来。好，这一大面我要改玻璃，好酷啊！上面给它放个推车，摆个沐浴乳什么的，这样洗澡就比较方便。我跟你讲，现实生活真的没办法这样，还放一个木头推车，你真的是要给它发霉吗？然后可能在浴缸里面泡一泡出来就会滑倒，太不实际了。不过你仔细看这个水泥的墙面，这个质感真的超好，超逼真的。好啦，那我们差不多要来揭晓这一栋房子了，准备好了吗？3、2、1。我们来请这一位上一集把
整个房子烧起来的老公来帮大家展示一下啊！哎，你不要再烧坏我的房子哈，我真的很害怕。好啦，现在是白天，大概从房子外面看进来的感觉会是这样，真的是很挑高因为我选的是5.7米，所以是最高的墙面。然后我们的车库现在是停2台车，其实这个面宽真的很宽我觉得停3台都没有问题。然后走过来，我们这边是一个没有门，欢迎小偷来偷东西的一个房。我们走进来，这边是我们的客厅，绿色系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啊！我忘记介绍了，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小玄关，就非常的优雅。墙上它这一个就是我用 AI 生成工具去生成的画，我觉得配上这个花盆还蛮搭的。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客厅，我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跟餐厅。客厅的话我没有摆电视，因为我觉得不好看，真的是一个很不实用的房子。他又来插手了，看一下等一下要怎么放火烧这栋房子。接下来呢是厨房跟餐厅，这里有中岛，就到时候你可以可能吃个早餐喝杯咖啡在上面。接下来是后院啦，它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做瑜伽，这个角落真的是我超爱的。然后草坪上我有放一些可以打棒球啊踢足球的一些用具，躺椅也是非常舒服，超惬意，有没有？是不是感觉躺在这里一个下午就过了？然后我们来到2楼啦，这里有一个小小休息室的地方。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拿来可能有时候你想要弹弹吉他跟朋友聊聊天啊，然后看看书的地方。然后我放了一台钢琴在这里，因为 Happy Duck 他喜欢音乐嘛，所以我就摆了一台钢琴，他有时候可以来这边弹弹钢琴啊，找找灵感。这里有一个采光非常好的更衣间，基本上它是对外非常有隐私的，但是它也有保留这种阳光可以透进来的感觉。我发现 Zoe 在镜子里面是没有反射的有没有？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室了，我有摆一台电视，就楼下没有电视，所以楼上我就摆一台。这边还有电脑啊，而且还是 RGB 的发光主机，就可以来这边马杀鸡放松一下，有没有？就电脑玩累，然后在这边躺。接下来就是浴室重头戏，超级漂亮，这个灯光我们来泡个澡好了。Happy Duck 泡得很舒服然后你看这个地板，这个镜面，我真的觉得Zoe是可以满足你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办到的那种家的感觉，你在这里就可以盖出来。那最后来看一下这栋房子晚上的感觉我有加一些灯光在外面，而且今天月亮好圆后院的灯也是蛮明亮的，尤其它这个花棚架的设计，这个灯在晚上看起来好漂亮有没有？然后客厅的话呢，我上面有加一些灯柱。好啦，这也算是我人生中呢第2次在游戏里面从无到有的一个盖房了，算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那这栋房子呢，我也会上传到 Canvas， 到时候大家在游戏上线的时候就可以搜寻苏苏 Duck， 就可以在上面找到这栋房子啦。那今天的盖房影片就差不多展示到这边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inZOE 这款游戏的捏人啊生活玩法欢迎去看我上一支的影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也再次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也是订阅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咯，拜拜。